好，书接上回啊，这个融入了 AI 感知器概念的交易策略，我们还没有写完啊。我们今天呢就继续上节视频的内容啊。没看上节内容的同学建议去看一下，不然你理解起来可能有一点不那么清晰。好，这是我们上节课的代码，我们编一下啊。对，这个我们还没有实现啊，我们今天就来实现它。但是实现它之前，我们还需要有些其他的辅助函数需要写。好，这就是我们计算仓位的函数啊，它会根据你所选择的模式啊，究竟是这个固定手数啊，还是说百分比的一个风险，去精准的计算每一单应该下的一个手数究竟是多少啊。最后的话，它还会根据符合你平台的、符合你这个经纪商这个品种的最大的手数和最小手数的规定啊，去进行一个规范化的一个处理啊，最后才会返回我们的交易笔数。大家在写的时候注意啊，你不要像我这样直接一大块一大块的把这个代码直接写出来。我建议你是写一行代码写一行有点极端，就是写几行代码，你按一下 Ctrl+S 啊，进行保存一下，然后你编一下。其实你编译的时候，它自己就会保存啊。你写几行你就编一下啊，这样的话，如果出错的话，你就知道大概是哪几行有问题啊。这样你找问题的话就比较好找啊。你像我这样大块大块的全部都写完的话，你再去找的话，尤其你这个经验稍微欠缺一点的话，其实不是那么好找啊。但是其实我个人觉得啊，这个很多编辑器啊，它这个找错，并且我们这策略来说，基本上都不会超过很多的代码，所以我觉得找错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啊。当然，如果是初学者的话，我建议你就是写几行代码你就编一下，写几行你就编一下啊。这样的话，对于你这个查错啊、找 bug 呀，都是比较友好的啊。好，这是我们的挂单函数啊。那么挂单之前，首先我们会根据你的设定啊，根据你选择的这个挂单的模式啊，它会去选择性的是否要删除前面的信号。然后这里的话就是检查我们的点差究竟符不符合我们想做的交易啊。然后这里是调用我们的计算手数，我们刚才不是刚写的这个嘛？调用一下我们计算手数，计算出来我们究竟要下多少仓位。那么如果说这里计算的手数小于等于0的话，那么肯定是你这里的计算，可能跟你设定的参数啊，包括这里的点值这个 ticket value 获取的方式可能中间会出错了，就会导致我们小于或等于0啊。当然一般来说不会啊，它就会影响我们的挂单啊。我这里就直接 return 啊。然后这里的话就是获取前一根1个小时的最高点和最低点啊。然后这里根据用户设定的这个 ADD points 来把我们这里所加的这个额外的距离给加上啊，作为我们突破单的一个价差。然后这里的话就是计算我们止损的一个价差，这里是多单和空单的一个突破单的一个价位究竟要挂在哪里啊？这里是对应的他们的止损价啊。然后这里是给了一个过期的时间啊。然后这个过期时间是根据用户所设定的啊，用户所选择的，默认的话就是1天啊。然后这里都计算好的话，我们直接调用这个 buy stop 和 sell stop 进行多单突破单和空单突破单的一个挂载啊，一个下单啊。好，这里是我们的挂单函数。好，最后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核心啊，它就是获取2个ADX 的指标的值作为我们的输入，然后再经过我们的设计的这个权重和规划的一个公式的处理啊，最终得到一个加权的一个和啊，这里就是我们的一个决策的一个分数，最后进行一个返回啊。
然后它这里的话，其实就是模拟了一个最基本的啊一个神经元一个决策的一个模型啊，它就是给我们的交易增加了一点这个 AI 的这个属性啊。然后这里的话，我不会进行过多的这个神经元包括这个感知器的一个介绍啊。一方面是我也介绍不清楚啊，我说不明白啊。另一方面就是，其实我们这里逻辑非常的简单，你不需要带入太复杂的这个概念进去，你只需要一步一步去理解它的这个公式啊。你理解为它就是一个针对于 ADX 两个值的一个不同权重的一个加权总和的一个公式的一个计算就可以了啊，不需要牵扯太过于复杂的概念。好，既然我们都已经写完的话，我们这里编一下应该没问题了。对，我们已经把这个函数它需要的这个函数补充进来了。好，再接下来就是把我们这些函数进行一个调用啊，就达到我们最终下单的一个目的。好，我们看一下这里的逻辑。首先，它会进行一个新 K 的检查啊，因为我们这里多数都是一个挂单的逻辑啊，所以它并不需要在每一个 ticket 上都进行逻辑上的处理啊，所以我会放在把它放在这个划括号里面啊。像这种跟踪止损啊，它就是需要每一个 ticket 它都需要进行逻辑上的处理啊，所以你就不能把它放在这个new bar 的逻辑之中啊，因为它是需要非常实时的、非常高频的去检查当前的价格。这就是我说的，只要是针对于价格敏感的一些交易操作，你都不能放在这种 is new bar 或者是新 K 上进行检查，这里面进行处理啊，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啊。当然，你如果硬要把它放在这里面，可不可以？也可以啊，但是你得知道，你这样做的话，你这些操作它不会实时的根据你的这个价格进行反应啊，就是你可以这么做啊，但是你要知道它所带来的一种交易逻辑会跟你把它放在外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如果你这个交易逻辑就是这样的啊，就是需要在每一根 K 线都进行这样的检查的话，那么你可以把它放在这里面啊，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啊？反正就这个意思吧。然后接下来就是检查它的这个交易时间啊，如果属于这个交易时间段的话，我们再进行这个时间的处理啊。然后如果用户启用了这个感知器的话，我们才需要调用这个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感知器的一个计算值啊。如果它只有当它小于我们设定的这个阈值的时候，我们才会允许它交易啊，就是把这个 allow trading 设定为 true 啊，否则的话就是给它就是它会带入这个 allow trading 等于 false 啊，这个不交易的一个值啊。如果用户没有启用的话，没有启用那就不影响啊，那直接全部都是 true 就好了啊。然后这里的话就是最终我们刚才写的这个下单呢挂单的一个函数啊。好，我们编一下啊，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我这都已经运行过了啊。好，我们看一下，没问题，我们就回测一下。那么我这里还是我们这里选择这个，等一下啊，我们选择我们刚才写的这个 EA 啊，然后品种的话就选黄金啊。其实它针对于一些趋势性比较好的，比如说标普500、纳指啊这些，其实它回测出来效果都还是不错的啊。然后这里时间周期我们选择1小时啊，你选1分钟也可以啊，因为大家看代码，我们在代码里面其实都是针对于这个，我看一下啊，这些指标值也获取的是1小时，包括我们这里判断这个新 K 的话，也使用的是1小时的逻辑，所以你这里选不选这个1小时都无所谓，你选择 M1 也可以啊，但是我们这里选择1小时吧。如果你想把它改成多周期可回测的话，那么你这里就不要使用这种写死的方法，你要使用一个外部输入的一个 input 来进行替代啊。好，那么就是时间2018年到2015年啊，转季这不需用啊。这个有些同学不明白，它这个其实是
统一的去做这个 in sample out of sample 验证的一个操作啊，就是它把你的这个数据集分成多个段啊，但是这个我个人觉得不是很好用啊，我建议大家还是你如果要做 in sample out of sample 的话，建议还是手动去操作啊。然后是延迟的话，我们这里就选个100秒吧，然后每次报价啊，然后入金1万啊，举的主要看一下参数啊。参数的话，感知器的调节器，权重的一个调节器啊，它所对应的其实就是我们这里的，这个 X1 和 X2啊。然后这个值你写0也可以啊，写0其实我也测过的啊，也还可以。然后第一个 ADX 值，包括第二个 ADX 值啊，也可以啊。当然，其实这里的 X1 和 X2 大部分，它的主要作用就是用来做优化的啊。你要说它有一个特别，明确的逻辑嘛，其实可能没有啊。所以从数值上来看，你可能觉得它不是很规律啊。然后这里感知器的阈值啊，爷爷的魔术号，一个备注，然后止损的距离小点50个小点啊，然后滑点啊什么之类的啊。交易时间啊，然后仓位的话，如果你设定 false 的话，就代表它使用的是这个固定手数；如果你设定为 true 的话，它就使用账户每笔单笔风险是账户余额的0.5%进行计算仓位啊。然后这里的话，这里是追踪止损啊，追踪止损极端一点就是10啊，就是1点啊。我这里。为了不那么极端，你太极端了，可能我感觉不是很现实啊，所以用5大点的话，稍微还能理解啊。然后就是挂单有效期时间啊，1天的话我觉得也合适了，1周的话1个月有点太长了啊，太长了。然后挂单模式的话，多个信号或者是单个信号，多个信号它有个好处就是，如果你趋势真的起来了，你让它相当于是有一个止损网格一样，一直挂在那里，它趋势起来了，它会啪啪啪全部都给你成交啊。这样的话，你可能会你这个资金曲线可能就会来的比较猛啊。好，就这样啊，我们回测一下。好，终于是跑完了啊。大概看一下吧。入金1万，最终总盈利是271啊，盈利因子2.08，采收率24啊。这如果按8年来算，7、8年来算了，这个还是很高的啊。然后回撤的话，我们看最大的回撤，相对净值的回撤呢是34%啊。然后交易笔数的话是3609笔。大家看这里的平均盈利和平均亏损啊，数值都比较大啊。是因为它到最后的话，它这个资金体量上来之后，即便是我们这里设定的0.5%啊，它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单笔亏损和单笔盈利了啊。好，那逻辑就是这么个逻辑啊，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那就这啊，散会。